今天暂且不聊美国的军备有多先进，我们来聊点特别的。9月22号，美国五角大厦表示 ，F-35的维护运营成本在4年内如果还不能降下来，那么2028年之后，美军将放弃采购该型战机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连五角大楼都扛不住的维护费用到底有多高？如果美军真的放弃了 F-35，也就意味着肯定有其他机型能平替这个空缺。目前来看 ，F-22有待欠缺，难不成美军藏有什么黑科技不成？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，美国星条旗报9月24日报道了发生在韩国的一起空中事故。2022年1月4日，隶属于韩国空军的一架 F-35A 从青州基地起飞后不久，在距离地面330米的高度和一只老鹰撞在了一起。老鹰被吸进气道后，连带撞破了战机起落架的液压线路和附近的电气设备，导致起落架无法正常放下。F-35A 被迫使用机腹着地的方式迫降。不久后，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 F-35后勤线向韩国方面出示了维修费用清单。韩国国防部看到清单之后，并没有立即支付费用，而是在维修和报废之间反复纠结。韩国空军当时买这架战机共花费了1300亿韩元，约1亿美元左右，而美丁公司给出的维修费用却高达1100亿韩元，约8300万美元，几乎是全新机的价格。这个买卖怎么想都不大对劲儿。当时这事儿在韩国引发了很大的争议，特别是韩国的年轻人们一口咬定马丁公司狮子大张口，吃个没够。很快，马丁公司就给出了 F-35在美军的身价，以整个寿命期计算，美军空军从采购 F-35战机到后期维护保养，直到这架战机退役，单位总成本超过6亿美元，其中战机价格只有7500万美元，剩下全是运营、维护、维修等费用的总和，占比总费用的80%之多。看到这个数据，韩国方面只能选择接受，更确切的说是只能默默忍受了。关于天价运维费，美国空军其实也没有占到自家人的便宜，和韩国空军一样，都是咬牙切齿的状态。美国空军评估报告显示，双发重型战斗机 F-15EX 的飞行小时成本为 1.9 万美元，而单发 F-35飞行小时成本却高达 4.4 万美元。由此，美国防务新闻更是直接发出警告，提醒五角大楼，如果按照计划，2036年美军装备的 F-35系列战机将达到2000架之多。如果运营成本一直这么居高不下，那到时候美军可能真的要喝西北风了。日本、韩国、澳大利亚、挪威、英国、德国、加拿大等等，近30个排得上号的发达国家，采购 F-35也有近1000架之多。按理说，外销这么顺利，成本和维护费用应该降低才对。可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 F-35买得起却养不起的局面呢？这还要从美国军工业的特点开始说起。美国的军备采购流程非常独特，美军先提出自己军备需求，政府再找2家以上的军火商，让他们互相竞争，谁造得更好，军方就选谁的。目的是确保军方能拿到最好的装备。这样做的好处非常多，美国这么多年军备能处于领先，这项规则功不可没，但弊端也很明显。落选的公司虽然有美国国会提前支付的研发费用，但对比支出肯定是不够的，商人不可能做亏本的买卖，所以他们会把亏损的部分加入到现有研发的成本当中，或者在此前的每一单买卖上都提前加上一笔风控成本。看似有时候确实赔不少，但用俗语来说，就是美国国防预算的羊毛早就被他们薅得一干二净了。在这种大家都不说透的风控体系下，自然就会出现一些本该很便宜却偏偏贵到离谱的军备项目。比如 F-35的运维，因为 F-35是新一代战机，又加入了很多科技元素，像喷气式垂直起降这一功能，就让 F-35的科技属性直接拉满。客观地说 F-35 厉害吗？答案毋庸置疑。截至目前，大部分国家的防空别说锁定了，就连发现它都很困难。
但随着高科技而来的，不仅有空中的威慑力，还有谁也看不透且高到离谱的后勤成本。钱花在哪里，怎么花的，完全由运营商说了算。如果要问为什么这么贵，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谁让它是高科技产物呢？比如隐形涂层，对不对？还有一点， F-35 被开发出来之后，美国运营商忽悠美军，直接废掉了 F-22 的生产线，并用 F-35 统一了整个北约先进战机的序列。这一行为可以说是开创了美国军备界的先河。从此，美国高端战斗机的供应渠道被彻底垄断。不仅如此，就连战机日常维修养护的权利也被牢牢地掌握在运营商的手中。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22号 ，GAO 也就是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发布的一份长达96页的报告，阐述了 F-35 被严峻垄断的后果，并要求美军收回 F-35 的维运权。在走访 F-35 运营基地的时候， GAO 的审计人员发现 F-35 的维护人员需要长达60天的时间才能对 GAO 提出的问题予以答复。大多时候都以机密为由一口回绝。更重要的是，大部分零件都储存在主承包商专有的机密库中，维护人员根本无权访问，所以也无法随时获取零件。飞机的维修也被大幅度延迟，这些就是 F-35 自上线以来故障频发且无法得到及时维护的原因。作为主承包商，洛克希德则愿意降低总成本至少 10%， 来配合 GAO 的成本控制计划，也愿意通过提高工业界执行的一些功能转移，给政府节省资金。同时，该公司还表示，运维支出的长期可见性将激励行业提高整体效率。字面意思就是其他的都好说，但想要 F-35 的运维权门儿都没有。在这种拉扯之下， GAO 也没有废话，直接拿出了详细数据，同时美国 F-35 的任务能力在2022年间严重下降，出勤率长时间不足一半，单架战机只维护保养不维修的前提下，每年也要耗费近3000万美金。按照这个成本计算，到2036年，美国仅现有 F-35 的运营成本将比预计还要高出约103亿美元。如果2036年美军真的耗资17000多亿美元，按计划采购了2000架 F-35， 那这些战机的总维护成本可能要飙到10万亿美元之多。美国国会能扛得住吗？好在五角大楼最终公布了咱们开头提到的4年之约， F-35 才得以保留大批量服役的希望。在很多人的观念里， F-35 是世界上第一架实现了垂直起降的喷气式战机，隐身性能更是独一无二，但致命的硬伤也有，比如它的事故率就一直居高不下。对此，火力军想说的是，越复杂的东西，故障率就会呈指数增加，这是科技进步所无法避免的。但像 F-35 一样故障这么频繁的，就完全属于人为了。据美国五角大楼测试办公室2022年给出的报告显示，目前 F-35 战机的设计上存在着871个软硬件方面的缺陷，和2021年的报告相比，仅克服了2个难题，进步趋势实在太慢了。就拿9月18日来说，这一天，美国陆战队一架 F-35 战机离家出走，上演了人类史上第一次寻机启事。基于这件事，很多网友也开始了他们的脑洞之路，说这架失踪的战机被普京找到了，还拍了当时的照片以作证明。真实情况是这样的，当时2架陆战队的 F-35B 战机正在执行日常训练任务，其中一架战机的 AI 系统突然抽风，在没有发生故障的情况下，直接将飞行员给弹射了出去，然后飞机在自动驾驶系统的控制下飞走了。伴飞的 F-35B 根据美国飞行员的标准程序，先找到跳伞的飞行员，随后返回基地呼叫支援，并没有追踪走失的 F-35B。F-35B 是一款隐形飞机，再加上此次执行的是日常训练任务，并没有打开跟踪装置，这才导致美国军方短时间内失去了飞机的踪迹。美国陆战队装备的 F-35B 是所有 F-35中唯一有自动弹射功能的，也就是说，飞机可以在未经飞行员批准的情况下，直接把飞行员弹射出去。以此来看，这次事故不是机械故障，就是 AI 造反。现在大家知道，飞机已经找到了，在自动驾驶模式下，这架 F-35把油料耗空后，一头栽进了一个小花园。由此
可以判断，应该不是 AI 叛逃，大概率是哪儿又出故障了。这次事故无疑给 F-35 本来就很精彩的故障史又添上颇具趣味的一笔。2014年6月23日，编号 AF-27 的 F-35A 发动机内部起火被毁。2016年，编号 AF-63 的 F-35A 在空军基地莫名起火。同年10月，编号 BF-06 的陆军 F-35B 在飞行中电缆被起落架擦伤后发生短路，短路又点燃了原本就漏油的油箱，属于一架飞机一架次出现2个重要事故。2018年8月22日，编号 AF-35 的 F-35A 因起落架故障被迫腹部刹车。同年9月28日，编号 BF-21 的陆战队 F-35B 因燃料管破裂坠毁。2019年4月，日本海上自卫队 F-35A 在飞行途中快速下降，直至坠毁。同样的事故还有很多，一时半会儿根本说不完。如此高的故障率，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改善呢？按照此前1年克服2个难关的进步速度，完全修复871个软硬件方面的缺陷，大概需要400年。美军会眼睁睁看着马丁公司用400年的时间修复这871个缺陷吗？如果不出意外，4年内 F-35 的维护成本和故障修复要么大幅度改善，要么运维权转交军方。这对 F-35 的良性发展以及它的众多粉丝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。但意外有时候也会出现，比如马丁公司和军方僵持不下，五角大楼最终真的放弃了 F-35。到那个时候，美国空军的哪一种机型能平行替代 F-35 留下的空缺呢？这个问题火力军就留给大家了。本期关于 F-35 的后前线的故事咱们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见。